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峰，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真好，大家好。好，这件是2025的最后一件大事吗？现在中共对台军演是全面围堵，大秀军力。我们来看到解放军呢在东部战区，在台湾的南北两端说呢，他们完成了相关海域的实施演习，并且呢是完成了远程火力的实弹射击，说取得了预期效果。那预计呢就是 PCH-191火箭完成了这个实弹射击。而现在呢，解放军呢也公布了最新的这个射击画面的曝光了。好，我们来看到呢，可以看到这个各编队是迅速展开了战斗部署，还有海空步式，展开防空反导对海实弹射击、联合反潜、联合海上突击等演练，成功检验夺取海空制权、要港要域封控、联合精打机要能力。好，这是解放军释出的一些最新的画面。同时呢，解放军报也说呢，他们的远香火打击分队还有火箭军队部队呢，都已经进入了作战领域。好，这是他们今日的解放军报的头版报道，说呢已经进入了这个预定的作战地域。而另外呢，他们的文宣也是藏有玄机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图从盾牌到重锤，陆军的中国大陆的军演海报是砸向了基隆，还有这个高雄港的部分。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高雄港的部分呢，下面呢是压着一个手中拿着这个刺针飞弹的一名军人那另外呢，这个锤北部的部分呢，是把这个台独的独给打断了另外呢，说到了这个北部的基隆港跟高雄港呢，其实呢都是象征了南北非常重要的港口，也就是说，他们要对它来进行封锁。好，说到这个封锁大陆的学者就说了，说这一次呢，跟前几次的演习是存在着很显著的不同，尤其是对台湾以南2个区域呢，就是意在痛击台独大本营，并且切断南部军事基地与最大海上航线与外部势力的通联道路。好，另外来看到呢，现在也在这一次的军演之中呢，也首次出现了057型2栖攻击舰，以及呢已经完成首次海试的046型四川舰，这被视为是夺岛利器的2栖攻击舰，这一次呢也都参与了军演。另外，福建海警呢也是摘下炮衣了。那么，中国大陆的官媒玉渊谈天在晚间就释出了这一段画面，说呢这个福建的海警舰艇呢摘下了炮衣，进行环台岛的执法巡查。这表示海警舰艇编队呢已经处于一个临战状态了，随时都可以启动防御机制。甚至中国大陆也预言了未来的这个科技战我们来看到，这是东部战区发布的一则影片未来呢，他们呢要用这个 AI 来进行战斗，而且可能会采取的呢是无人的作战模式这是东部战区发布的一则叫做“独到”的一个影片影片中呢，所有攻台的陆海空武器系统都是无人的作战装备，甚至还有拿着枪的这个机器人还有机器狗等等的。但是面对这个中国大陆这么可怕，来势汹汹，我们的美国川普老大呢，他是完全没有在怕。怎么说呢？他说呢，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因为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很好。好，他没有提过什么军演，我也不相信习近平会入侵台湾，没有什么能让我担忧的。他们在那个区域的海军演习已经20年了。好，另外呢，现在呢，美军的林肯号航舰呢，其实也正在菲律宾海活动。那么华盛顿号呢，则是在日本驻守，可能呢是应这个西太平洋区域变局的第一线兵力啦。但是其实你要说美国能够这个说不关我的事吗？也不太行，因为其实中国大陆动作这么大呢，也跟你军售有关啦。CNN 就解读了是因为这一次军演是北京要回应美国日前宣布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的一个重要军事动作。所以你川普还好意思老神在吗？好，我们先来请教这一次的军演是不是跟过往不太一样呢？雷教授。这次军演确实跟过往不太一样第一个，距离台湾非常的近了，已经进入
12海里的。目前来讲啊，在俄兰比的南方啊，已经进入了12海里。而且呢，我们如果看到的啊，这个无人机对于台湾101的拍摄来说的话，那一般研判也应该在空域中也进入了12海里的领空的范围内啊。所以这次是贴着台湾在军演的。今天9点钟开始的13世纪，我想台湾的国防部大概5点半会做解说啊。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如果以目前所判断的，大概是距离台湾24海里的毗邻区这个地方进行实弹射击。这个实弹射击啊，一般判断是采用远箱火，就是远程的箱式火箭筒啊，火箭炮。远箱火以目前来讲，由于大陆把它这个精确制导化了，可以透过它的军用卫星，特别是北斗的军事的这种卫星部分，它可以精确的制导，它可以采取2方面的功能。第一方面，它可以有点穴战，也就是说，它可以打很小的目标，也可以打一个面啊，就是例如说对于一个港口进行整个封控。所以它打的位置里面，也就是目前我们都知道这种远箱火它的战术的导弹的有效射程是500公里，而台湾海峡平均是180公里。这次他们的发射的地点应该是在平潭的话，那你想大概在200多公里左右打到台湾的这个部分，就180到200左右。那由于可以打到500公里的话，等于是中央山脉以下，那么一直推到沿海的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可以用远箱火来打击。远箱火的制造成本很低，很便宜，它跟这种中远程的导弹的昂贵的是不太一样的。虽然它的弹头比较小它的火力没有像这种远程的中程的导弹那么大远程的导弹我们都知道，它一般来讲都装核弹头，不管是战术的核弹头是战略核弹头，但中程导弹就不一定了，有的是装战术战略核弹头，有的是装常规的核弹头，但是它最少大概要高于500公斤以上。这种远箱火，它的导弹的弹头比较小，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炸射的面积可以打一个方阵出来，所以对于港口、对于机场、对于这个油库，或者是对于基地，例如说我们的装甲兵的一个基地或者是对于像爱国者导弹的雷达系统等等，它都可以进行这种摧毁的一个的功能。以这次的实弹射击，也就是接到命令，那么一个部队就拉出来，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射击准备，然后发射，然后摄影机就在一个定点上拍。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给予他军事目标，他就精准的达到。那这个代表他们的实战跟实弹的射击的能力已经到达相当高的一个水平了。这个其实主要是打给美国、日本看的也就是说，也让台独的这些主张者说，你看看嘛，到时候会怎么样？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有关于这个双尾蝎的一个无人机，目前我们台湾这边没有拍到它的照片，可是他把101的照片放出来了当然绿营的媒体说这是 AI 合成，但是没有办法证明它是 AI 合成。那如果它不是 AI 合成，它已经进入，这代表而台湾的雷达都没有看到，空军也没有上去做反制措施的话，这代表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已经可以对于台独等相关的人士进行斩首行动了也就是说，它可以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已经进来了，已经把你攻击了，已经打完了，它走了，你都还不晓得。另外还有一款战机，我们的F-16V 战机有拍到的就是歼16，但是问题就在于，它这次的军演中，歼20也有参加军演。我们有拍到歼16，也有拍到空中预警500，可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歼20没拍到？这个就是代表说，我们的雷达是不是看不见它？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如果雷达看不见它，它有参加军演，那它会不会已经进入台湾的上空？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要等待5点半，台湾的军方来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部分，你们看您刚提到的有关于这个正义之盾，它基本上是反确日，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核动力潜舰要进来，或者是
啊这个大力神的这个运输机要进来，或者是美国的军用的运输船要把物资送进来，大陆有能力把它挡住，这叫做反介入。还有一个就是正义之剑，这个剑不是刀剑的剑，是弓箭的箭啊。这个正义之剑，它就是一种区域拒止的能力了。一个反介入，一个区域拒止，它可以打比较远。也就是你美国跟日本的大型船舰，你如果要进来台湾这边的话，它可以在1500公里、2500公里左右就把你在海上就击毁、击沉，这样的一种功能。那当然，我们看到在这次的实弹射击中，其实主要的就是在于远程的导弹里面就打给你美国跟日本看，看你敢不敢进来；短程的打给你台湾看，然后在台湾周边的演练事实上就是在告诉台独的主张者说，你如果这样子一直走下去的话，那最终由演由训转战，因为目前大家已经发现贴的台湾太近来军演了，而当他贴的鹅銮比这么近的时候，我们的军舰并没有出去阻挡。当他贴进去台湾的毗邻区的时候，我们也没看到台湾的国防部有任何反制的能力。这个其实就展现出一个讯号，这个讯号是什么？大陆解放军组织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目前那个国防部说有100多艘战舰战机，那这个是属于大规模的军演。大规模的军演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来，马上实施军演，而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才是令人感觉到，应该会令台独感觉到恐怖。反正我们不是台独，我们也反对台独，我们根本不会紧张。但是对于那些台独人来讲，他们可能就会紧张了。所以这次的军演真的是很明显的跟之前都不太一样了。好，我们请教林玉芳委员。这次很有趣的，就是说西方的媒体了哈，像 BBC 啦，或是美国的媒体啊，像 CNN 啦，然后《华尔街日报》这些，他们大概都把这次的这个演习认为是美国出售大规模的武器给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抗议的行动。可日本的媒体大概就是把它跟这个高市早苗的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连在一起，所以蛮有意思的。不过真正来讲呢，它也是相当程度反映目前的两岸关系了。就两岸的这种官方的接触就等于是零，完全没有接触。然后政治关系呢，大概也是这几十年来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所以就有这样一个演习那我觉得《纽约时报》下的那个标题是讲到说，这个是中国大陆在练习封锁台湾这一点倒是值得我们去注意中国大陆未来对台湾未必是直接攻击，他可能就从封锁开始所以他现在就在演练这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因应它？当然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机会，但是的确也是一个机会啦，让我们去适应。如果我们被封锁的时候，我们打算怎么做？这样子。这次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他宣布的演训的那5个区域有些就是已经直接进入了我们12海里，但是实质上它的军机，或者是它的军舰，或者是它发射的那个火箭有没有进入12海里？目前我看了资料，我没有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军方现在的规定就是说，中国大陆只要进入12海里，这就算是这个第一级，中国大陆第一级，所以我们就等于要立刻反击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样的做法，这当然是对中国大陆就告诉他，这就是一种，我就会直接这样做，这当然是一种吓阻了哈。不过如果是古巴飞弹危机的做法，就是当时他们的事先讲好，如果美国的 U2 的侦察机被打下来，他们立刻就要把地面上的对空的飞弹、地对空的飞弹那个基地整个把它摧毁掉。但是那个有一个少校叫做 Major Anderson， 他被打下来的时候，美国就是
他们危机处理的最高这个机制，当然就是甘乃迪总统他们这些是命令先暂时不要立刻去攻击这样。所以我就说我希望军方给这个所谓进入12海里立刻就反击，这个要有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也就有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地区的指挥官是要立刻反击，还是原则上还是要报告这个战情中心指挥中心？这个我倒觉得可以去注意可以去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要的毕竟是和平嘛，对。但是这一次让我们的感觉就是说，政治是所有一切军事行动的源头啦。想办法把两岸的政治关系给稳定下来，我觉得双方都有责任啦。好，李大中老师，对，这一次是自从2022年8月当时裴洛西访问台湾这个大型的针对台湾的军演当时我们称为是这个台海危机，可是我们看到2023年2次，2024年2次联合利剑 A、B， 那今年是4月份是这个今年4月份1次那这一次算第7次。那主要是看这一次他们要操演的这个科目啦，主要还是一个这个联合战场的这个控制啦，要港要域的封控，还有包括说联合这个长程的火力的打击，那以及包括再搭配一些联合这个海空的战备警巡。那今天就像刚才赖老师所说早上北部然后往南部这个包括这个远火的这个攻击。那这也是这几年来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利器这种长程的这种火箭。那刚才3点30分东部战区宣布说，他们现在演练的科目是在东部海域，因为昨天已经看到他的这个2栖作战舰艇在东部已经有好几艘在那边就位。那现在演练的是对要港的这个夺取，要域的封控是在东边，所以它有一个序列的操作。那最后的状况如何，当然要等到国防部它有最精确的一些讯息可以公布那我觉得主要是美国的反应，政治上来讲就是川普所定调的，他刻意要降温他说习近平没有跟我说，但他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他不认为会演变成真正的攻击，因为这整个才是符合他的一个设定了。目前他的重中之重是美中贸易经贸谈判结果，明年4月份要访问北京，他不会想要破坏它。那美军的部署呢？美军当然是高度的在意跟监控，但是因为今天有些新闻特别讲说美国双航母如何双航舰，但我们也知道，的确这个林肯号目前的位置是在这个菲律宾西方海域，在做它的巡弋。但是所谓的这乔治华盛顿，基本上他从12月中旬基本上就在这个横须贺的母港在做修正，所以美国并没有非常强力的用一些姿态说我在做军事上的贺阻，但是美国非常关切，这个是目前最新的状况。好，中共这场军演呢，其实也是在试探日本吗？我们来看到现在这个中共的圣意使命2025演习，结果日媒的头条也登上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日本时报在网站头条的位置呢，发布了中国宣布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那报道里面呢，也是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一次军演的一个相关细节。而同时，这个演习也被日媒痛斥呢，说呢是不合理的威胁区域和平。而这一场演习呢，也有这个日本的记者去询问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问他们说呢，在2022年的军事演习期间呢，曾有实弹落入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那么现在2025年的这一场演习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呢？结果大陆的发言人怎么说呢？他说：“你可以继续关注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但是对于这一场军演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就说了，说这个是绝非单纯的军演，而是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的情报战跟认知战，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就是为了要去影响日本社会的舆论。好，但是这一次的军演呢，确实是影响着日本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智库就说了，如果台湾沦陷的话呢，那么日本的基地呢，就是美军胜战的关键。
好，这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兵推报告，把日本形容为是一个关键支柱，强调美国必须要使用驻日基地才能够进行战斗，如加首纳空军基地，还有横须贺海军基地，在亚洲其他地方呢根本就无法复制。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也说呢，中俄军演好像是剑指美日，因为台湾呢就位处于这个扼守南海北上通往东海，以及经过巴士海峡进出西太平洋航道，离日本最西外岛与那国岛仅110公里，牵动着日本贸易与安全。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呢，那么台湾的命运将迅速的与美日同盟紧密交织。而现在呢，也有学者说这个共军演习啊，好像就具备了这个中俄联合色彩、五海联动的意图。好，如果说中俄北韩形成了一个协同态势，将符合解放军近年所构建的五海联动战略概念，以及就是同步联动南海、台海、黄海，还有东海以及菲律宾海，全方位去挑战第一岛链的一个防卫韧性。好，会潜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南海、东海的挑衅，所以呢，日本跟菲律宾呢也拟明年1月就要签署这个后勤的支援协定。而现在呢，日本的智库呢还说啊，已经发现中国正在建造第4艘航舰，而且预估呢7年后就能够下水去服役。这是日本智库透过这个卫星影像分析发现，说解放军正在打造第4艘航空母舰，疑似具备了核反应炉安全壳的结构，成为中国首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可能就要在7年后下水服役。好，中共的动作越来越多，似乎也给了日本去发展军事的一个正当性吗？我们来看到日本据报啊，2026年的夏季呢，就要去制定修改安保3文件的概要方案。好，日本政府为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相关3份文件，研拟2026年夏天就要制定了，已经就此来展开协调了。同时呢，日本也把他们的防卫战略从被动防御转向为主动吓阻，也引发了中国大陆警惕。好，这一回啊，大陆的军演呢，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呢，便意有所指，似乎就是要警告你日本啦。不过另外看到啊，其实日本呢的战略位置呢也是相当的重要，所以现在中国人也想到这一招去收购吗？好，这个是日本的濑户内海上面呢有一座只有7名居民的离岛，现在面临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啊？就是因为现在近期是遭到了中国人大举的收购土地，让岛民是忧心忡忡，很担心说这个战略位置呢会被中国给夺走，因为它距离美国的空军基地只有20公里而已，所以现在他们就发起募资，希望赶快去买回土地。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这个中日的较劲似乎是比两岸还要更加的紧张吗？赖教授，大陆这次的军演，除了对于台独以外，最主要的是跟台独一起勾连的一些相关的国际上的2个国家一个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高市早苗嘛他们的整个日本的右翼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美国卖的这个111亿美元的军备违反了817的公报上海公报，所以一方面是针对美国来的，一方面当然针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大家都在等待，我想大家都指的是台独都在等待高市早苗说2句话嘛可是问题就在于军演从昨天到今天快要结束了，但是高市早苗到目前为止忙得搬自己的新家就是不肯为这次的军演讲2句话或者是声援台独的这些人都不肯。那也就是说，高市早苗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到底有几分可靠几分可信？这个也真的是一个很可笑的事。那对于台独的人来讲，没有几分可靠，没有几分可信。对于日本人来说的话，就是你们的首相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吗？怎么这一次的军演这么大的时候，而你高市早苗，你不是说有事了吗？你日本就应该站出来怎么你在忙着自己的搬家不吭一声呢？那这个你日本人，你们会不会只是一个外强中干也在演这么一场戏？日本现在的这个国家其实是越来越衰败了我们一般 IMF 的估计，今年2025年到年底结算的时候，日本的 GDP 应该掉到全世界排名第5名了，被印度赶上去了。
日本现在的人均所得只剩下$33,000，比台湾还低了，比韩国也更低啊。韩国比日本还高，然后日本也比台湾低了啊。日本现在在全世界的人均所得排名多少呢？排名第34名。那当然，这个主要的是贡献于日币的快速贬值。如果日币它从过去的75块啊，就是$1对75日币，现在贬到$1对156块左右的日币嘛，就等于是贬了一半嘛哈。如果日币快速的升值的话，快升一半的话，那它就不会是排名第5名，人均所得也会大幅度的，我们讲的是名誉人均所得也会大幅度的攀升到$66,000如果是按照这样的简单的计算来说的话，但是因为日币贬得太严重，这代表什么？这个国家在衰败，日本的央行也着急的不行，所以前后2次的介入要去升息因为现在已经升到0.5，考虑要升到0.75，可是问题是央行的2次介入，日币继续贬，这代表什么？代表日本的经济状况很危险。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资料出来的，日本的汽车被大陆汽车打败了。日本的汽车已经不是占全世界第1名了，现在是大陆的汽车在全世界的生产制造销售量排名第1，日本已经节节在败退。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日本然后在台高筑的日本，那在台之所以高筑，是因为它长期以来采用零利率的政策，它还要去发展军国主义，还要去发展武装力量，那我都不太理解日本的现在的右翼政府的这些人的脑袋是不是已经昏头到极点了？他现在应该要救的是日本的国内经济，例如说日本的大学现在在全世界尤其在亚洲前10名排不进去了。东京大学的前10名，亚洲前10名的大学，东京大学都挤不进去了，都已经调到外面来了。所以日本的高等院校在亚洲已经排不上去了。那么日本的研究能力、研究经费也已经节节在败退了。日本的这些相关的产品，面对于韩国跟台湾，还有现在新加入的大陆的强烈的竞争的情形下，它也在节节败退中。也就是它赖以为生的汽车工业都在节节败退，那它的半导体被我们台湾跟韩国打败得很彻底。那请问一下，它的3C 产品，它的家电用品也被韩国、被大陆都在打败中。那这样的一个日本，它应该要专心的救自己的经济，要专心的把高等教育办好，专心的把自己的科技能力办好，专心的把自己的工业制造能力办好，专心的把自己的经济搞好。结果他们反其向而行，去搞军国主义。我觉得这个是日本越搞越糟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且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演，他们也不敢作声，所以这个军国主义好像也没有发展的非常的顺利。我们请教林玉芳委员。这样子我想赖教授讲的对，日本的整体的经济力量的对比之下，被印度，尤其中国大陆慢慢这个超越可是不要忘记了，日本的科技还有工业的生产的能力其实蛮强的。日本到目前为止，一共有33个人得到诺贝尔奖，其中大部分都是物理、化学、医学。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科技，如果它用来在发展它的军事它的能力会变得非常强。譬如说它的反舰的飞弹，它的防空的飞弹，譬如说它的这个潜舰柴电引擎的潜舰的那种性能等等。中国大陆现在日本现在就是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不管它的经济是不是走下坡，它势必未来会越花越多的钱在它的军事上面。所以这方面不容去低估，尤其是俄国已经宣布了，从这个1月1号开始，连续2个月，整整2个月，要在这个北方这个4岛要进行实弹的射击。然后呢，北韩呢又有这么强大的这种军事力量，特别是弹道飞弹跟核武的这种力量，所以日本的加速军事化是必然的事情。美国也乐于见到他这样做。
第一个，美国要减轻自己的负担；第二个，你日本发展你的军事，这里面有大部分的钱是要跟美国买更新的武器、更新的装备，对美国来讲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个就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军备竞赛大概慢慢就在这个东北亚这一带就会在进行，包括我们，所以日本、中国大陆、这个北韩、南韩、这个中华民国，这一定会越来会花越多的钱来发展这个军备了，而这种军备竞赛当然有时候也就是比较容易引发这种军事的冲突。因为其中的一方觉得说他已经领先了，他就比较敢于发动攻击。那也有的是觉得说我现在还能够跟你一战，如果拖下去我大概会输，所以他也可能会先冒险。所以这种情形，军备竞赛总是对和平来讲是个蛮大的威胁。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担忧。人家说这个台海未来跟南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东北亚一直到这个东南亚的这个菲律宾啊、南海这一带，未来都是充满着战争的危机啊。而且这个军演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擦枪走火。我们请教李大东老师。对，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还是很密切哈。尤其在11月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言论之后，其实北京动作很多哈。王毅12月初就去俄罗斯访问，也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布维夫哈，也见了这个国安会秘书长绍伊古。谈的是什么？谈的都是台湾的议题。那我们还看到说12月8号、9号吧，对不对？中俄举行第10次的中俄联合战略巡航双方的战略轰炸机两架总共4架沿着日本的这个领土飞行，已经是第10次。那大家会说时机点有没有关系？有，因为这算是例行性的从2022年之后，但每年会有2次，但是那个时间点还是会让大家特别想到说，跟最近的这个中日之间的紧张是相关。那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个俄罗斯外长这个拉夫维夫特别又把这2001年中俄之间的友好这个互助友好这个睦邻合作条约再出来讲一次，意思是说在所有台湾议题的看法之上，俄罗斯是完全支持北京。那除此之外呢，这2天不是大家在讨论说，俄罗斯又宣布说从明年1月1号开始，北方四岛要这个实弹射击2个月。但老实说这并不是很特别，因为今年来至少4次5次了，4月、6月、7月、10月、11月都有，每次短则2个星期，长则3个礼拜。所以意思是有点在这个节骨眼用北方领土日本最在意、最敏感的议题来向日本施压，所以某种程度在政治上是牵制着日本。因为这个议题我们知道说，在日本这个安倍晋三当总理时期，因为他跟普亭的关系很好，见了20几次面，所以还会有针对日俄针对北方领土，日本叫北方领土，北方四岛会有谈判。但从安倍之后，2国领导者已经没有这种私交，那到目前为止的关系是更加的紧张，所以基本上是无解。而且俄罗斯是紧咬着这个北方4国，目前就是我所控制的领土，来向日本做某种程度的政治施压。这个也不会做任何缓解，所以简单讲，中日是非常的紧密，而且双方在互相的支撑，在牵制我的好朋友的对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其实美国对这一次的军演没有多谈太多东西，除了是想要降温之外呢，他似乎也是有点自顾不暇因为呢，他现在在忙着打委内瑞拉啦。结果呢，现在秘鲁萨满2026年的预言曝光了，怎么说呢？这个是秘鲁的首都利马呢，他们举行了1年1度的迎新年仪式，就是这个萨满焚香祈祷。结果呢，也在这个焚香祈祷中呢，去预言国际走势，向多国领袖的未来的命运来做预言。结果呢，他们预言称了说，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冲突会急剧升温，恐怕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呢，中俄可能去帮助美国，而川普可能会生重病，所以说美国要做好准备。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川普还是一直在攻打委内瑞拉吗？他甚至是首度承认了，已经去攻击了委内瑞拉的港口。好，川普谈到美方呢已经锁定一处大型工厂设施，表示呢运毒船就从那里出来的，还说
2晚前呢，我们把它摧毁掉了，自己承认说已经去空袭他们了。好，如果这个属实的话呢，那这就是川普政府军事施压以来首度对美国境内的陆上项目来采取行动，但是他也没有去说明说到底具体是击中了哪一些目标，也没有透露呢是由哪一个政府部门去执行相关的动作的。不过呢，川普暗示已经攻击了美国的大型设施，这2国的官员呢都是必谈的。那么美国的军方则表示说，现在没有相关的资讯可以对外说明。那么中央情报局跟白宫呢，也通通都拒绝评论。你现在真的是有空去攻击委内瑞拉吗？来看到自己美国现在的状况也是不太好美国企业呢已经破产数创下了15年新高喽，尤其是制造业非常的惨。好，因为川普之前宣称嘛，说这个对等关税呢要为美国带来利益，但是在这个关税政策还有通膨升温的双重夹击之下呢，截至11月啊，很多的企业都破产了，而且呢已经流失超过7万个制造业职位了。那么许多这些破产的企业呢，恰恰就是川普声称要因为关税政策而得利的制造业的企业。好，而且呢，美国明年仅有1/3的企业呢是有招聘的计划的，66%是打算要裁员，或者是就不招了，维持现有的团队规模。近期呢，就包括了亚马逊啊，还有 Target 啊、UPS 等等的多家知名企业都去削减了白领的职位，这就加剧了很多员工的不安情绪，非常担心自己会失业，过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年。那另外来看到补助也是白花了，很多的生活成本都增加，超市的物价也都失控了。川普的补助梦碎。这是 Politico 的调查说呢，多数的受访者都认为现在的食品价格难以负担，高达46% 表示呢，当前的生活成本是有记忆以来最严重的。而美国的食品价格暴涨的背后呢，让这个农业补贴已经沦为空谈了，引发了广泛的民怨。上半年的蛋价狂飙50%，那个超市的蔬果价格也失控。那么川普承诺的补贴梦就等于是化为泡影了，你补贴再多都跟不上这个通膨这也导致呢最挺川普的那些制造业工人甚至是农民现在是反倒是过得最惨的那一块。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在科技方面呢，好像也没有比较好，而且中国呢是急速的追上美国吗？好，中国的贸促会代表呢组团访美，当中呢有25家的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国企业，通通都前去跟这个美国的苹果、惠普、美光等超过170家美国企业还有机构呢展开了座谈会交流。而这个前美国的商务部长在谈这个华为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承认了，说这个尽管美国前2届的政府都试图的想要去压制华为，但是华为他们不仅强势回归，还推出了技术含量更高的晶片，主要呢是得益于中国一套完整有效的产业政策，而且这个成果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挡不住华为啦。而且这个华为的董事长孟晚舟呢，也在谈这个2026布局。他说呢 ，AI 时代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了。好，他说呢，智慧化变革呢是华为长期的战略机遇。明年具体的主战场包括要强化行业垂直作战，助力车企规模上量，还要加快 AI 融入通信网络等等的。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华为的这个鸿蒙 5.0 以上终端设备已经超过了3600万了。那么鹏坤呢，已经发展了6800多家合作伙伴，还有380万的开发者。所以比起这个中国，美国在这个方面，包括了这个其他是制造业或者是科技上好像都没有办法追上这个中国的进展这么的快速嘛？请教赖教授。这1年来，这个美国的经济的发展跟川普原来的预想好像不太吻合秘鲁的萨满他们的预言我们参考就好因为未知的东西我们就尊重但是我觉得川普对委内瑞拉的想要攻击、想要发动战争，他目前来讲看起来是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保守之前他用很大的军事动作。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庞大的军事动作，能够把这个马杜罗委内瑞拉的总统吓到，然后让他自己愿意下台保全生命。
但是很明显的没有下到，没有成功。这个没有成功使这个川普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就僵在那个地方了啊，僵在那个地方。川普如果要大举的发动战争对委内瑞拉进行攻击的话，他也没有把握能够速战速决，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委内瑞拉拿下来，然后把马杜罗就抓起来，或者把他杀了，他也没有这个把握。可是问题就是，如果不发动攻击，那他的军队该怎么办？可是美军他们基本上来讲，在军事用兵派出去以后啊，这个第一个军费的消耗量很大，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军队在海外征战不能超过6个月以上，因为到7个月的时候，军纪就开始呈现很不稳定的情况。所以美军有一种不沉稳的传统，他们基本上应该是沉稳的传统啊，他们基本上是每半年就会轮换一次。他们当时在在中东的战场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现在这个军队已经派到那地方快4个月了啊，9月、10月、11、12，还差2、3个月的时候，如果他还不下定决心，因为他已经从上礼拜说我马上要发动攻击了，到上礼拜也说我马上要发动攻击，到上礼拜还说，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发动全面性的战争。这个对于川普来说，他的威信事实上也受损啊，因为他一直说我即将马上要立刻要发动攻击，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这是不义之战，所以他没有得到盟国的支持，联合国也没有授权他，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还谴责他，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要进行这场战争只能赢不能输，而且又必须要速战速决，我觉得对美国对川普来讲真的是有困难。到目前我们来看看他会不会在这过完年以后就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在观察啊。不过这些1万多个将士这些人是要补假的啊，不要忘了啊，他过年都还在执行要给人家补假要给人家补回来，而且薪水要再多加一点啊。另外，为什么我会说一开始的时候，川普的预料跟他的政策跟他的预想是2件事。他之前他认为我用高关税，就会逼的美国的企业回流，也会逼的外国的企业转移到这个美国来进行投资。结果发现回流的不多，转移到美国去投资的也不多，但是破产的却快速增加。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关税政策使很多的关键的零料件进入美国的时候，全部都往上涨了。那由于人事成本涨，物价成本涨，能源成本涨，然后各方面都因为关税的关系而上涨的时候，有很多中小企业它经营不下去了，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在涨的情形下，国内的市场在萎缩，又卖不出去外国，外国的市场打不通，国内的市场在萎缩，然后成本又这么高，它营运不下去，当然就开始出现这种所谓的破产潮。这种破产潮，我相信不是川普跟他的团队当初所设想的，整个事态的发展跟他设想的完全相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萨满预言2026川普会出大事吗？我们请教林玉芳委员。会不会出大事这个上帝会比较清楚了。不过他的作风是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的争论啦像你委内瑞拉问题，就是说美国当时所谓的门罗主义，就是说你们欧洲人，你们在拉丁美洲予取予求，常常侵略人家、迫害人家，所以你们回去管你们欧洲的事。美洲的事情让我们美洲自己来管，但是当时并没有讲说，那你美国人就取代了欧洲人，你现在变成你是虐待者其实过去的这样子这么长的时间，100年的这样的时间美国的确是把拉丁美洲推动这个革命发动革命发动政变都常常都这样子，所以你只不过是美国取代了欧洲，然后把你的整个拉丁美洲当作你的势力范围，不准别人进来，然后你自己又常常不见得这个对人家有多好。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了，就是说他现在是小心，他不希望陷在委内瑞拉战场里面，他希望这样子军事压力逐渐的增加，到你这个领导人，你这个总统，你知难而退，自己下台。他认为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他你也很耐心的等等看。那我们就不知道。不过委内瑞拉大概也没有能力把美军万一进攻打进委内瑞拉，你说委内瑞拉的军队说可以把美国像越南一样，像阿富汗一样把美军陷在那个泥淖里面，我也不认为了。我也不认为，所以这要看了。不过美国的物价上涨是必然的啦，因为全球化已经行之多年了，这个世界是个分工的世界嘛，对不对？那一下打关税战的结果，你就整个提高了，因为关税的提升，你让很多国家进来那些零件啊，各种的东西，包括产品啊，变得非常的贵嘛，所以这个一定会。第二个，你又在这个时候，你又把那些所谓的非法的移民，大批的赶走，或者把他们吓了不敢出来工作，那你那个最辛苦的建筑业里面最辛苦的工作，还有呢，农业里面要摘葡萄啦、采番茄啦、采棉花那些工作没有人做了嘛，没有人做，那你就只好请那些美国当地人来做，那你工资不增加，他们是不会做的嘛，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一定是事先很多经济学家都已经警告，这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川普就是要做啊，他要让美国变得更加伟大，不过看起来是有没有更伟大不知道，但是变得更贵倒是真的。对，人民的生活倒是更辛苦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冲突会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吗？请教李大中老师。我想应该不至于啊，但是因为现在还是比较尴尬的一个阶段啦。因为如果是按照川普的基本逻辑，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极限施压，然后呢，我在军事上对你恫吓，采取战争边缘策略，最好就是川普的选项，就是说我兵不认血，那你就退位，我可以跟你谈条件，我甚至可以保障你的一些财产啦、身家性命，因为过去美国曾经做过。好，但是这个马杜罗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很坚持。他们即便在11月底，如果根据外电披露，而且最后川普自己白宫证实，他们其实通过电话的，但在那通电话里面，马杜罗并没有完全的放弃。他说，他还是要掌握委内瑞拉的军事的这个军队这个领导的这权利。那川普不可能会接受他所以一直拖到现在。那现在美国的打击已经从海面的目标可能已经是有到委内瑞拉境内的陆地的目标就是那些制造毒品的工厂。那这一点其实美方没有证实，那委内瑞拉政府也没有证实，因为毕竟是很丢脸但是一般来讲，不外乎是美国的军方或是美国 CIA 在川普的授令之下进行这样的状况。那历史上根据历史的这个经验因为美国真的是出兵过。